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张宏志。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30年，我从一名普通的护理员做起，一直干到安养院的院长，甚至参与过不少长照政策的咨询会议。这30年来，我看过太多生离死别，也经手过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养老案例。当社会媒体都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如何优雅的老去，如何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我作为一名在一线工作了半辈子的专业人士，必须甚至有些残忍地告诉大家，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那些美好的愿景往往只存在于广告里。真正的晚年生活，尤其是当身体机能开始退化，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往往是一场漫长而惨烈的战役。它考验的不仅仅是你的钱包，更是人性深处的幽微、亲情在现实面前的韧性，以及整个社会制度的温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不想跟各位讲什么大道理，也不想罗列那些冷冰冰的统计数据。我想借用一位77岁的老人蔡女士的亲身经历，来跟大家剖析台湾长照体系下5个很少有人敢公开谈论的残酷现实。蔡女士的故事就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我们试图用温情脉脉掩盖的社会脓疮。不管你现在是正在照顾父母的中年人，还是已经步入老年的朋友，我都希望大家能耐心地听完，因为这不仅仅是她的故事，很可能也是你我未来的预演。蔡女士今年77岁，以前住在台南的一个老透天厝里。如果你看到现在的她精神矍铄，和几个老姐妹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你可能会觉得她是个幸运儿。但前几天我和她聊天，她端着茶杯，眼神很深邃地对我说：宏志啊，你要是倒退个2年看到我，绝对认不出那是我。这一生的安稳，是我流干了5种不同的眼泪才换回来的。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聊的第一个残酷现实。传统的轮流养老往往不是享福，而是一场对亲情日复一日的凌迟。在台湾的传统观念里，父母老了跟着子女住，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女士的老伴走了10年，她原本一直坚持独居，直到有一次因为忘了关瓦斯，差点酿成火灾，她的大儿子闻得不放心，非常坚决地把她接到了台北的家里。当时的蔡女士心里是充满期待的，她想着能天天看到孙子，能帮儿子煮煮饭，这不就是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吗？但现实很快就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住进儿子家没多久，她就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被小心翼翼供在角落里的古董花瓶。现在的年轻家庭生活习惯跟我们这代人完全不同。蔡女士想帮忙洗碗，媳妇美玲虽然嘴上不说，但阿嬷一转身，她就会把碗放进洗碗机里重新消毒一遍。这个动作虽然细微，也没有恶意，但对于一个做了一辈子家务的老人来说，这就是一种无声的否定。他在告诉你，你的标准落伍了，你的劳动是不被需要的，甚至是不卫生的。在餐桌上，儿子媳妇聊的是股市，是公司的人事斗争，是孙子的双语教育。这些话题对于蔡女士来说就像是外星语言，她插不上话，只能埋头吃饭，偶尔对着孙子讨好的笑一笑。那种孤独感比一个人独居时还要强烈，因为在独居时你是自己空间的主人，而在子女家你是一个必须时刻看人脸色的寄居者。最让蔡女士崩溃的不是生活习惯的摩擦，而是她成了儿子家庭矛盾的导火索。现在的台北居大不易，双薪家庭压力巨大。有一天晚上，蔡女士听到儿子和媳妇在房间里争吵，媳妇崩溃地抱怨没有私人空间，抱怨下班回来还要应付长辈，抱怨请看护的费用太高，儿子则夹在中间，无奈地叹气。那一刻，蔡女士躲在门外，手里握着水杯，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冻住了。她突然明白，原来自己以为的帮忙和福气，在子女的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家庭危机的定时炸弹。为了缓解儿子的压力，蔡女士主动提出去女儿家住一阵子，这就是所谓的轮流养老。
但到了女儿家，情况并没有好转。女婿是个外籍工程师，生活习惯完全西化，语言也不通。蔡女士炖的麻油鸡，女婿闻到味道就皱眉头。亲家公亲家母来探亲时，蔡女士因为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只能尴尬地坐在一边，甚至被亲家母误以为是家里的帮佣。这种尊严的丧失是任何物质条件都弥补不了的。我在安养院这30年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老人在子女家轮流住，就像一个被踢来踢去的皮球，在儿子家是媳妇的客人，在女儿家是女婿的外人。这种流离失所的感觉会慢慢磨损掉老人对家的最后一点归属感。正如蔡女士所说，每一次搬家都在提醒你，你已经没有家了，你的家在孩子们成家立业的那一刻就已经瓦解了。紧接着，我们来谈谈第二个残酷现实，居家服务往往是标准化的 SOP， 你买得到服务，但买不到有温度的人情。蔡女士从子女家搬回老屋后，子女不放心，帮她申请了政府的长照 2.0 居家服务。这在台湾是目前非常普遍的做法，政府有补助，自己出一部分钱，就会有照服员上门协助，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但实际操作中问题非常多。蔡女士遇到的第一个照服员是个年轻小姑娘，戴着耳机干活，效率很高，但冷若冰霜。除了阿嬷你好和阿嬷再见，全程没有任何交流。第二个照服员是个干练的中年大姐，更是把工作做到了极致的标准化。她像个机器人一样，按时进门，按时打扫，时间一到立马走人。有一次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蔡女士的风湿痛犯了，想请这位大姐帮忙去巷口药房买个止痛贴布，甚至表示愿意多给钱。但那位大姐冷冷地回了一句：阿嬷，我们的服务内容不包含代购，这是规定。然后转身就消失在雨幕中。我作为业内人士，非常理解这位照服员的做法。在现行的长照体制下，照服员的工作被切割成了一个个极其细碎的计价项目，洗澡多少钱，打扫多少钱，备餐多少钱，他们的时间被严格卡死，多做一点不仅没有报酬，还可能因为延误下一个个案而被扣钱。这种制度设计从根本上就排除了人情味存在的空间。我们购买的是一种功能性的服务，而不是关怀性的陪伴。这种标准化服务的致命弱点在突发状况下暴露无遗。蔡女士在一个雨夜滑倒了，撞到了后脑勺，动弹不得，手机就在几米外的茶几上，但那几米成了她无法跨越的天堑。她独自在地板上躺了一整夜，经历了从恐惧、绝望到麻木的过程，直到第二天照服员上门发现不对劲，才把她送去医院。这件事告诉我们，无论居家服务宣传的多好，它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它无法填补夜晚的空白，无法应对突发的意外。对于独居老人来说，这种看似周到的服务其实脆弱得像一张纸。这之后，蔡女士迎来了第三个残酷现实，安养中心哪怕装修得再豪华，本质上可能只是一个挂着全方位照护招牌的热闹坟墓。这话说得重，但我必须得承认，这是许多机构的现状。蔡女士摔倒后，子女吓坏了，说什么也不让她独居，坚持要把她送进安养中心。他们找了一家环境很好的机构，有花园，有活动室，看起来像饭店一样。子女觉得尽孝了，花了钱，买了安全。但住进去之后，蔡女士发现了表象下的真相。这里的活动其实就是把一群老人集中起来，像哄幼儿园孩子一样拍拍手、堆积木。对于像蔡女士这样神志清醒、曾经也是家庭主柱的人来说，这种幼稚化的活动不仅没有乐趣，反而是一种羞辱。饮食也是一样，为了防止噎食，为了便于管理，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食物往往煮得软烂无味。你没有选择吃什么的权利，只有吃与不吃的权利。最可怕的是管理二字。蔡女士的室友赵大姐原本是个会哭会笑会想念子女的正常老人，因为夜里常常哭泣，吵着要回家，影响了机构的管理秩序。
护士在征得家属同意后，给她使用了镇静类的药物。没过多久，赵大姐就变得整天昏昏沉沉，不再吵闹，也不再交流。我在这一行太清楚了。机构的首要任务是安全和效率。为了防止跌倒，就限制你的行动；为了防止吵闹，就使用药物控制。在很多机构眼里，老人不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是需要被管理的物件。只要各项生理指标正常，只要不出意外，就是完美的照护。至于你开不开心，有没有尊严，那不在考核指标里。蔡女士形容那个安养中心是热闹的坟墓，这个比喻太精准了。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照服员忙忙碌碌，但这热闹属于工作人员，不属于老人。老人们像孤岛一样，每个人都沉浸在被遗弃的绝望中。接下来是第4个残酷现实，也是最刺痛人心的。金钱是亲情的照妖镜，它能照出所有的自私、无奈和算计。蔡女士无法忍受安养中心的生活，以绝食相逼，终于搬回了家。但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谁来照顾？家庭会议上，大家坐下来算账，请一个台籍看护，1个月要6、7万，请个外籍看护，加上各种费用也要3万。而蔡女士的退休金加上抚恤金根本不够。这时候，原本和睦的家庭，因为这每个月几万块的缺口，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女婿暗示大舅子应该多出钱，媳妇立刻反击说要公平分摊，还要算上房贷、补习费的压力。蔡女士看着这些她视若珍宝的亲人，为了她的养老钱，像菜市场的小贩一样讨价还价。那一刻，她的心彻底凉了。她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母亲，而是一个被摆上台面的负债项目。我们必须承认，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指责，更是经济层面的无奈。当老人失去了赚钱能力，只剩下花钱的功能时，他在家庭里的地位就会急速坠落。这不是因为子女天生不孝，而是现代社会的生存压力让亲情在金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最后，蔡女士拿出了自己攒了一辈子的积蓄，把存折拍在桌上，说这钱拿去用，以后别为钱吵架了。这句话背后是多么大的心酸和失望。这就引出了第5个，也是最致命的残酷现实。比起病痛和孤独，更可怕的是自我否定。是当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没用了，经历了被子女踢皮球、被照服员冷漠对待、被机构囚禁、被金钱羞辱之后，蔡女士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她觉得自己是个累赘，是个只会消耗资源的废人。她开始拒绝进食，拒绝社交，甚至产生了不如早点死掉，给孩子们解脱的念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习得性无助。当一个老人发现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掌控权，对家庭失去了贡献值，这种心理上的崩塌比身体的衰老更要命。它会迅速摧毁一个人的免疫系统，让人在短时间内枯萎。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否则今天这期节目就太沉重了。蔡女士的转折点来自于她的邻居王大姐。王大姐也是个独居老人，看到蔡女士颓废的样子，煮了一锅鸡汤，硬逼着她喝下去，并且听她倾诉了一下午。在倾诉中，蔡女士发现，原来身边的老姐妹们，每个人都有着相似的困境，有的被儿子啃老，有的丧偶后孤独度日。在那一刻，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唤醒了蔡女士心底的不服输。她突然意识到，既然靠子女靠不住，靠机构像坐牢，那为什么我们这些没用的老人不能凑在一起，互相依靠呢？这就是蔡女士提出的互助养老方案，也是我想重点跟大家探讨的出路。她们5个老姐妹组建了一个自救小组，这可不是简单的住在一起，她们非常有智慧地制定了一套规则。这套规则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第一，整合资源，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决定集中住在蔡女士那间最大的透天厝里，然后把其他4个人闲置的房子全部出租。这4份租金汇集起来，就成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公积金。
这不仅解决了生活费，还让他们有能力聘请专人服务。第二，雇佣管家解决劳务问题，他们没有请昂贵的医疗看护，而是请了一位在社区里口碑好、需要工作的失业妇女张姐。张姐不住家，朝九晚五，负责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和陪同就医。这既保证了生活质量，又保留了老人们的隐私和空间，费用也比请24小时看护要划算得多。第三，制定公约，解决相处问题，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好，朋友住在一起，如果不立规矩，最后往往会翻脸。他们规定财务公开透明，由做过会计的姐妹管理，菜单轮流决定，公共卫生共同维护。更重要的是互助条款，有人生病时其他人轮流陪伴，这种模式的效果是惊人的。在这个新家里，蔡女士重新找回了尊严，她不再是谁的累赘，她是这个集体的主人之一。半夜咳嗽会有人关心，吃饭有人陪着聊天，下午一起打麻将练书法。这种精神上的愉悦和安全感，让她的身体状况奇迹般的好转了。当他的儿女再来看他时，惊讶地发现母亲红光满面，甚至拒绝了他们的钱。蔡女士说了一句非常硬气的话：我现在自己养得起自己，你们把钱留着过日子，常回娘家看看就行。各位，蔡女士的故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首先，不要去考验人性，也不要过度依赖亲情。子女有子女的难处，把所有的养老重担都压在子女身上，既不现实也不公平。亲情是需要距离来保鲜的。其次，要有规划意识，特别是财务规划。很多老人习惯把钱早早分给孩子，这是大忌，手里有粮，心中不慌。你的积蓄是你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像蔡女士他们那样懂得盘活资产、出租房产，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再者，与其被动等待安排，不如主动寻找出路。无论是抱团养老，还是寻找适合自己的社区照顾模式，关键在于你要掌握主动权。蔡女士的成功在于她从等待被救赎转变成了自我救赎。当然，我也要客观地泼一盆冷水。蔡女士的模式虽然好，但并不容易复制。它需要几个前提：首先，你们得有房子，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其次，这几位老人的性格要合得来，要有契约精神；最后还得有健康的身体基础。如果到了完全失能，需要专业医疗介入的阶段，这种互助模式可能就扛不住了，到时候还是得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但是这至少为我们在身体尚可的阶段提供了一种除了忍受孤独和去机构等死之外的第三种选择。这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健康大实话。台湾的老龄化速度非常快，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蔡女士告诉我们，天塌下来了，要自己想办法把它撑起来，可以找人一起撑，但千万别指望别人替你撑。真正的真相是，谁都可能靠不住。但只要我们这些看似没用的老人愿意站在一起，智慧的规划，互相搀扶，我们可能比谁都靠得住。如果您觉得今天蔡女士的故事触动了您，或者您身边也有正在为养老问题发愁的朋友，请务必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们。也许您的一个转发就能给迷茫中的人带去一点光亮和启发。这里是健康大实话，我是张宏志。关于养老，您有什么打算？或者您尝试过什么样的互助模式？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记得关注订阅我们的节目，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